此次守卫望城，出城800人，但只回来500人。但望城数万的百姓却活了下来。这300牺牲的将士家里，有等着父亲归家的孩童，有望着儿子归家的老母，还有盼着丈夫回来的妻子。可他们再也回不来了。老头跟我说过，征战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去。我以前也一心求死，是老头告诉了我让我活下去的意义。活着的人会有更好的明天，但他们会继承那些牺牲的战士，这就是他们牺牲的意义。他们的牺牲是战争的错，是这乱世的错，但不是你的错。阿昭，光天化日，怎么还动私刑？他们是在草菅人命。阿昭啊，听话啊！或许你不知道，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朝阳终会带走黑夜，而你拯救了我。当你离开以后，我一直循着你的方向去找你。当时我想，若是我活不了，要能死在你在的地方，也不错。原来那个少年就是你。是我。阿昭，是你亲手把我从地狱里活生生的给拽出来，是你让我有了活下去的意义。你不是总问我，为何我老说我欠你吗？这就是原因。风霜万里踏过，燃灯作孤岛，半生飘摇，只因天涯无处停靠。所以，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。从今以后，我这条命命运困我于只归你。也不想深敢低头，求饶。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已信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
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寨主，经此一战，我们折了3个兄弟，还有7人重伤，回了东面3处陷阱，需要重新布置。先将兄弟们好好安置吧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走。要准备走了？辞行的话就不用说了，剑也已经到过了。还有个问题我想问清楚：当年我阿爹剿匪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不是已经说过了吗？我不信，我要听真话。这寨子里处处都是我阿爹的手笔，我不信只是一个剿匪误会这么简单。若真是误会，木棉红为何不解释，反倒任由他逼他跳下悬崖？若你们不肯说，我找我阿爹问清楚也是一样。你了解你阿爹吗？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阿爹，他是大楚战神，是无所不能的边郡英雄，人人都敬仰他，崇拜他。也包括你在内吗？你喜欢这样的阿爹吗？不喜欢。为何？因为他是别人的英雄，是云中百姓的英雄，是大楚的英雄。但我想要的，他是一个寻常的父亲，会给我雕木头娃娃，会陪我看烟火，会给我梳漂亮的辫子，同我度过每一个生命中重要的时刻。但好像这些都没有。那你娘呢？我娘，我娘应该很好吧？我阿爹说，她是世上最完美的女子，满腹诗书，琴棋书画皆是一绝。可惜我见不到了。我娘去世的早，自我懂事起，就已经没有关于她的任何记忆。有时我想，我娘要是在就好了，她一定会在我阿爹数落我的时候替我出头，会给我梳好看的发髻，会在所有人都嘲笑我什么都做不好的时候，依然视我如珍宝，处处都护着我。但好遗憾，我娘不在。有的时候我会埋怨我自己，为什么不能从出生那一刻就记住所有事情，这样我就能知道我娘长什么模样。我爹虽然说爱我阿娘，但整个将军府19年来都没有出现过一张关于他的画像。那你想象中，你阿娘长什么样啊？我阿爹说她是楚都贵女，她一定是个眉如远黛，眸若秋水，肌肤胜雪的女子。
丫头，无论你娘长什么样，你阿爹爱你，胜过自己的性命。这件事从未改变过。孩子，你那么聪明，怎会不知你的父亲愿意为了你那一封亲笔信放下戒心？没错。这就够了。你娘也一样。这片林子处处透露着古怪，机关陷阱不下100余。倘若这只是一个贼窝，未免也过于隆重了。他们真的可信吗？我不确定。不确定你非要来这儿？葛大神所言非虚，与我知晓的旧事印证无差。看来苍木寨与我父亲当年，并非如外界传言那般势同水火。铁鹰并非愚钝之人，我那点障眼法，至多再拖半日。眼下敌众我寡，硬拼非上策，不如暂借苍木寨栖身，待探清虚实，再议后继不迟。所以，你还是在赌？有你在，我才敢赌啊！你还得意上了？昨夜你分明没有自保之力，但你却惹怒那些山匪。你可知道，昨夜我若是晚到一步，你可就成刀下亡魂了。他们若是想杀我，早在我揭穿葛大神女扮男装时就动手了。所以你就敢赌命？这个时候，葛大婶带人假扮信兵窃取军情，一定不是为了害我爹，而是为了查明真相。换言之，他的确是在帮他。你就不怕刚出虎口，又入狼窝？虎口拔牙，狼窝犯险，不就是咱俩每日都在做的事吗？大姐回来了！大姐回来了！大姐，大姐回来了！回来了！大姐，来，大姐，大姐，大姐，听我吧，大姐。哥哥，三儿，哎，见客。来了。哟，这是我弟弟，苍木寨寨主葛老三。见过寨主。小曼，坐。你怎么还带俩人回来？借贵宝地避个难。避个难。那二位怎么称呼？他叫阿九，我叫阿福。阿福啊，好名字啊，听着就有福气啊。葛大婶，有件事情我想问。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别担心。刚才一路进来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我们名为苍木寨，藏身在这苍木林。山下有句俗话，进了苍木腹，哪有回头路？这林子又大又深，是个天然的堡垒，再加上那些机关陷阱，竹林搭天网，藤蔓缠地锁，生人闯不进，野兽绕道走。在这儿，保管比外面安全。那如此隐秘的宝地，
大婶就这么放心带我们进来，就不怕？仓木寨看人最重眼缘，既信了你，便不会怀疑。小曼，先带他们去安置，等外头安全些，你们再上路也不迟。多谢大婶，给寨主添麻烦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。来，这边请。那个好好休息啊。姐，他。这头领，这头领，玉，这头领，不好了，我们要追的新兵队和长公主，全部在仓木寨方向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根据的兄弟，全部丧命在了仓木寨山匪手里。仓木寨，我答应过世子，我一定会把楚昭的人头给他带回去。全体听令，加快速度，向仓木林进发。一个活口都不要留，我倒要看看这帮山匪余孽有什么能耐护得住他。驾！他们让你休息，你可倒好，直接搜刮到人家的武器库来了。仓木林大，虽然他们表面上对我们和善，但不探查一番，你我如何真能放下心来？我竟不知你初入江湖，心思倒比我稳重。哎，你来看这个，小心。击阔改装了7处，增加了2丈的射程，却减少了后坐力。这是边军对战朔漠的时候用过的改装弓弩。你怎么知道？当年我在军营替老头改装了200多把这样的弩。木棉红毕竟是被我阿爹所杀，他的寨子里不应该有边军的武器。不止，我在寻你的时候，救下了被葛大婶劫持的新兵，他们给他绑了绳结，也是边军常用的打法。你的意思是？或许老头当年并不是为了剿匪。什么意思？陛下，陛下，你先别玩了。今日功课尚未完成，若让太傅知晓，别烦姑。你再啰嗦，姑便命你去捉100只蟋蟀来。陛下为何不读书？舅舅，你来的正好。你瞧，姑这笼子里的蟋蟀，可比《论语》有趣多了。陛下，这御书房可不是嬉戏之地。你敢惹姑的蟋蟀？陛下，大胆谢延来，你敢对姑动手？哎呀，陛下，谢统领，您这是？禁军统领谢燕来御前失仪，推搡圣驾，此乃大不敬之罪。若纵容此风，朝纲何存？太傅严重了吧？舍弟素来恭谨，侍奉陛下更是尽心。陛下年幼顽皮，或许只是一时玩闹，失了分寸。谢大人此言，是在暗示陛下污蔑臣子。臣岂敢？只是禁军统领一职，关乎皇城安危。若只是因阻拦陛下嬉闹，便轻易问罪，岂不是寒了将士们的心？谢大人真是护帝心切，可长公主久未临朝，禁军有跋扈至此，莫非谢家觉得这朝堂之上已无人能约束？太傅何必牵扯长公主？她病体未愈，陛下仁孝，特赐她静养。至于约束，太傅带军理政，不是最好的约束吗？够了！谢
进言来对姑不敬，吾罚他停职4刑。太傅，替姑拟旨。陛下圣明，只是禁军不可一日无主。臣举荐副统领暂代其职。不必，禁军事务暂由本官亲自挑选，交由陛下圣裁。随太傅安排吧，吾累了，退场。臣等恭送陛下。禁军统帅傅九冲撞圣驾，国旗停职待诏。九弟，这是陛下让你捎给长公主的信。我很好奇，长公主到底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？边军5年，我不欠人情。就这么放心把阿宇交给我？这皇城里多少豺狼睁着眼。所以他只能交给你。他是谢家血脉，也是你的亲外甥。那就将长公主令一并交给我吧。他若信你，自会给你。大局当前，九弟该清楚轻重。如今朝堂势力权力三分，邓毅中书李诏，我门下附和，长公主凤阁朱批不过，6部不得用也。我答应你，会不惜一切护阿宇的周全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，但是你别忘了，长公主令只能阻止邓毅私自下旨，别无他用。若我真想用这块令牌做什么，也必须经过邓毅的玉玺答应。有他在，只是为了方便我与邓毅之间互相制衡而已。所以九弟，你不用怀疑我的用心。更何况，没点交换，怎么让我心甘情愿完成你的买卖？这又是何苦？就不怕他真杀了你？杀我？杀我，他朝堂避乱，不过是长公主羞辱人的伎俩，想出口气罢了。那你是背弃盟约？是要与长公主为敌吗？盟约？他何时在意过这个？他把禁卫军的兵符交给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谢家人，他这是结盟的诚意。但倘若兵符在你手中，他还有几分活路？萧玄不能死，至少现在不能。为何？这就是你说的后路。先帝下的遗诏，萧玄曾经被先帝下旨继承大统，之后有了后面横生的枝节，才拱手将皇位让给了萧雨。世子，
世子府如今门庭冷落，连檐下的鸟儿都绕道而飞。太傅竟然敢主动联系铁鹰，倒真是稀奇啊！不知世子可曾听过乾隆在渊？太傅大人深夜到访，莫非是要教本世子看相？可惜啊，太傅看走眼了。如今站在你面前的，何来乾隆？不过是一条砧板上的鱼肉罢了。不，本官是来给世子指一条路，一条通往萧南郡的路，也是鱼肉跳回江河的龙门。为何要帮我？纵观历代朝堂翻云覆雨，诡谲莫测，我不敢把全副身家都压在一处。从前是，现在也是。帮你，是因为我有更值得下注的底牌。这是先帝的遗诏，继承大统的人本应是你。世子猜的没错，这封是假的，但我手上也有真的。陛下的龙椅还没坐热，你就不怕被当成逆当？哼！直刀须稳，观其须明。我当初选择楚昭，是因为他给了我承诺；现在选择世子，是因为楚昭违背了他的承诺。我要的自始至终可都没有变过，世子可明了啊？来日乾隆出渊之时，定以太傅之位相奏。太傅有客到。太傅这是给自己提前备下寿材了，倒是给朝廷省了一笔开销。上好的金丝楠木。谢大人说笑，此乃长公主厚赐。我听闻，先帝讨伐前朝，那亡国之君用的就是这上等的木材，自焚殉国了。哦，我失言了。谢大人，到底有何贵干？今日冒昧前来，是有件事，想跟太傅请教一下。太傅可知，长公主围困萧南王世子一事？当然。那太傅又知不知道，萧寻逃了？知道。是谁放走了他？太傅知道。是我。哼，太傅如此坦诚，倒让本官很是感动。想必太傅有如此举动，就已经跟长公主离了心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棺材的分量？你自己一个人担得起吗？谢大人深夜冒雨前来，就为了说这些？本官只是好奇，如若是我放走了萧寻，这口棺材，长公主敢不敢搬起谢家的大门？太傅啊，没有世家根基还想玩火，小心引火烧身。
有闻太傅棋艺无双，不知可否赐教一局？却之不恭。将军，朔漠人对咱们的布防了如指掌，连暗哨的位置都一清二楚啊！军中必有内鬼。报！报！京中急讯，长公主殿下遭重臣弹劾，孝南王世子连夜潜逃，禁卫军统领傅景受伤。华景伤势严重吗？据闻太医院会诊后已无性命之忧。阿昭可安好？殿下无恙。小心逃回孝南，朔漠来犯，还对我军布防如此了解，那不成是里应外合？传令，第3营移防琅琊谷，第5营埋伏鹰嘴崖，按预案调整防线，让伏兵就位，等朔漠人上钩。是。将军，将军，你是得的什么病症啊？怎么会一日比一日严重？竟然连吃药都毫无作用啊！喂，秘律之战，我亲自带队。不行，您这身子骨，这是军令，军令如山。是。公主，谢统领如今在宫中养伤已有3日。虽说您是郑国长公主，旁人无权智慧，但毕竟男女有别，外头的风言风语怕是要起来了。自我进了这皇城，风言风语又何时少过？御史台恨不得把牝鸡司晨这4个字刻在我脑门上。再说了，如今他伤及肺腑，交给别人，万一出个好歹，我不放心。公主可是对谢统领，所以才不愿意嫁给萧世子的吗？你跟了我这么久，就是这么想我的？没有没有，奴婢童言无忌，童言无忌。公主别生气。这宫里的每一根丝线，我都要攥紧。可它不仅仅是根丝线，它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我利用了它，可我又比所有人都更信任它。总之，不一样。殿下，边关急报，朔漠突袭云中郡。不对，我那是封假军报，怎么可能真的发生？既然长公主伪造了胶南王与朔漠人的伪证，还想借松烟墨拿我谢家入局，那就必须要做好有个人给他一场真战乱的准备。博弈岂能不留后手？谢大人看着斯文，棋风倒是凶悍。太傅谬赞了。本官只是不喜欢浪费时间。可是谢大人，这下棋最重要的还是耐心呢。这局棋刚开始的时候，太傅信心满满，对吗？
可如今你再看，局势变了。不知谢某的棋艺能入太傅的眼吗？谢大人棋艺高超，自是不凡。那就好。既然太傅喜欢看棋，不如谢某多摆几盘。只不过这棋局塞得太满，当心看不清自己的活路。你醒了，可有哪里不舒服？我没能完成军令，是我连累了你，害你受了伤。邓毅派了门生下调临开码头，才给了萧勋从水路逃脱的机会。这一曲，本以为万无一失，谁知朝堂这盘棋，本就不是那么容易下的。权力本该如此。说吧，你想我怎么还这份情？我可以满足你一个心愿。我这人一生不信神佛，没有什么愿望。那也没有什么想达成的事情吗？没有。好吧，那就先暂记在我这里，等你想好了想要什么，再来同我取。以你的身手，不应该伤这么重的。那日在船上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那日，铁鹰用暗器，一时不察被偷袭。果然，他们只会用这些阴险下作的手段。我昨夜看你梦魇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不是你说的吗？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是啊，可我把我的秘密告诉你了呀。你是说那个梦？好吧。作为交换，我可以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其实，
我之前偷吃过你送给你爹的沙枣糕，被你爹揍过。谢谢你分享的秘密。只是，我再也不会做沙枣糕了。无妨，反正我也不爱吃那些糕点。哦，我本来还想给阿九你做个别的吃食呢。好啊。这招探流云，本宫学得不好，待本宫回去再练练。长公主身居后宫，却能得到朔漠密信，当真是手眼通天。阿九，你人不在殿前，却对大殿之事了如指掌，你才是消息灵通。你想要拖谢家下水，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有多危险？出招！没有人可以在谢三的眼皮子底下耍小聪明，你也不例外。可我就想当例外。可若是他反手揭穿你伪造的密信，还栽赃给了谢家，你有没有想过该怎么办？还是靠那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再救你一命吗？那我就说，莫是你给我的，看看你的三哥会不会放弃他的好弟弟。没有人可以看到谢三的心思。阿九，你会帮我的，对吧？你在边郡战场多年，一定知道朔漠士兵的外貌特征和装扮习惯，能不能告诉我？原来你早已经计划好了。好一出姜太公钓鱼啊！故意用密信，想留萧玄在楚都，以萧玄的多疑，必会认为这是个陷阱，反而加速他的私逃计划。我派出去盯梢的探子回来说，楚昭派人暗中在返回萧南郡的沿途上埋了军械，想必一到交界之处，便会有假扮的朔漠士兵前来接应。一旦萧玄出逃，就会立即以勾结外敌、武装叛逃的名义把他射杀。太傅，萧玄一死，你的后路可就断了。我自有我的谋划。若是萧玄逃脱，就沿途散布萧南王质子引朔漠兵入境的谣言，将其视为叛国者，格杀勿论。如若没有横生枝节的话，不会有枝节。就算有，我也会剪掉。用一个真相造的假，才最让人无可辩驳。没有人比重活一世的我更清楚，萧南王父子就是勾结了朔漠。世子，如何？楚昭确有一封密报，是说世子与老王爷囤积私兵，勾结朔漠。他到底是从何处知道这些事情的？过往这些时日，我处处小心提防，他绝对不可能探听到任何与朔漠有关的消息。此女狡诈，或许是用假象蒙蔽了世子，让您放松了警惕。
绝无可能。我若按兵不动，凭楚昭手上的那封密报，他们便可公开问斩我。我若出逃，便坐实了叛国的罪名，死于乱军之中。无论我们选择走哪条路，主动权都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。难道我们多年筹谋，真的就这样功亏一篑了？那日朝堂之上，占了上风的分明是我们，怎会形势如此逆转？到底是何处错了？往日之事，多说无益。但眼下，或许我们还有第3条路可以走。还没查到吗？太傅息怒，已经派人3个人去找了。找到了，找到了，老夫人回来了，是长公主殿下把老夫人送回来的。殿下，家母。下人已经送老夫人下去休息了。我是在西市街角遇到老夫人的，看见她时，老人家正在地上拾取菜叶。家母乡野出身，节俭惯了。挨过饿的人，才会珍惜每一份粮食。就如同诗人兼爱财帛，这本也是人之常情。一点个人喜好，长公主见笑了。何来见笑一说？但从乡野走到如今太傅之位，太傅靠的是真才实学，期间努力，必定远超旁人所想象。这般勤勉，理应令人敬佩才是。这是丝线编织的长命缕，每一个结都能锁住福气。长公主深夜前来，不会就只是为了送我这长命缕吧？不知我能不能用这么多的福气，来和太傅换一样东西？哦，何物？萧寻的命。殿下就这么自信，能杀得了他？对，所以请太傅袖手旁观即可。萧寻若死，他与楚都多年来暗蓄之资财珍宝、势力人马，尽归于你。长公主不怪本官在朝堂之上与你意见相左。怪，如若太傅坏了我的计划，这些钱就是买你性命。说笑而已，太傅放心。所以太傅还没告诉本宫你的答案。金银易得，知己难求啊。成交。本宫言出必行，也望太傅勿出尔反尔。一定。殿下，谢统领奉陛下命等您许久了。在等我。我只是在欣赏月色而已。
谢统领好雅兴啊，欣赏月色，欣赏到本宫殿前。莫不是担心本宫去了太傅府有危险，特意在这里等我回来？天下这七无宫，月色可真是冷清啊。冷月照孤尘，正合我意。我是奉陛下命前来的。已经得知消息，萧玄打算明日离京。你有多少把握？他会和你的计划一样走官道？明日我会遣水师以查私盐为名，封禁所有商船。一旦码头无路，萧玄势必只能走官道。倘若他真的走官道，我已经在卧牛岭安排了弓弩手。一旦萧玄离开楚都地界，便会立刻将其就地诛杀。明日绝不容有失。放心吧。明日我会亲自带人埋伏，一定不会有事。阿昭啊，我不知道你为何要这么对我，但是这一次，你终究还是没能困住我。公主，公主，世子府已然人去楼空，可有走官道？没有。什么？整个码头也被周氏严密布防，他想离开楚都，就只有官道可行。怎么会？官道并未发现萧玄一行人的踪迹，但眼线来报，寅时3刻有艘商船提前起航。中计了，又让他逃了。谢统领已经带兵追上去了。谢燕来，我应允了长公主，不会让你活着回去。你确定？阿昭想让我死，他之前可是爱极了我。那只是以前，现在他让我杀了你。之前忘记问你，当年魏家村唯一幸存的小男孩阿响，他有来找你报仇吗？我叫阿响，你叫什么？
谢统领伤势严重，万幸救治及时，微臣已包扎伤处，这就去开一剂药，为谢统领退烧。此番失血过度，还望日后好好将养。长公主，收到线报，萧寻已经逃往萧南郡了。想再杀萧寻，偏难了。我以为我算无一策，却不料还是棋差一招。此番是我连累了你，你还说你欠我，现在是我欠了你。公主，我让你查的人，查到了没有？方度，邓毅的门生，去年刚调任州级司马。萧寻的船就是拿着他给的文书从码头放行的。好个阳奉阴违的邓太傅！陛下用的沉水香里也是你下的毒药吧？说，你是受何人指使？奴婢只是按世子的吩咐销毁香灰，奴婢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仅凭香灰和一个宫女的口供，就想将罪名扣在我身上，证据呢？若空口无凭，我也可以说，是这个宫女受了人指使，污蔑于我。不知此人，世子可还认得？太柱署的人。祭祀大典之前，臣发现，准备祭祀典礼要用的香草环的内饰，被人冒名顶替。还好臣及时拦下此人，并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些小玩意儿。你受何人指使？说话！受何人指使？说话！是谁指使你的？说话！姐姐小心！求弟，殿下！
简直是好大的胆子！陛下无恙，那为何在祭祀典礼当日要佯装中毒，惹得百官空担忧？这还了得！陛下竟为一个小女子玩弄于股掌，置我大楚国位于何地？从登基大典到垂帘听政，他楚昭分明心怀篡位之志。楚昭谋帝，其罪当诛！楚昭谋帝，其罪当诛！楚昭谋帝，都给公住嘴！长公主一心为孤分忧，说句鞠躬尽瘁也不为过。说她将孤摆弄于股掌，更是无稽之谈。从孤的香被替换那日开始，孤发现皇城之内出了内贼，想要对孤不利，假装中毒是孤的主意。长公主只是奉命行事，并无半分不妥。尔等若有异议，尽管与孤问个明白，不要为难他。陛下，以上年幼，不知人间险恶呀。谁对孤好，孤心中自有分寸。孤都念在骨肉亲情，王叔，这2日便在府中好好休养，不用上朝了。臣领旨。传孤旨意，王城内再有人行不轨之事，即刻诛杀。太傅与谢大人，以为如何？陛下圣明，一切全凭陛下旨意。陛下圣明。好了，今日事毕，皇叔退下吧。你是不是也觉得我很可笑？你在大漠长大，应该知道，狼在第一次撕咬猎物的时候会被腥味呛到，但狼不会让猎物看见自己颤抖。方才，谢谢你救我。方才是你救了我，以后你不要再拿刀了，我来。这座皇城，如果不想成为刀下亡魂，那就只有自己先回到。
说过，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别的，只是为了活下去。我征战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。活下来。军规第3条是什么？一番需照军法处会审。那你为何私下伤人？他偷溜进主帅营帐，定是奸细无疑。我万古军医，那人只是孩子病了，前来求药而已。你可知你差点杀了一个无辜之人？在这乱世之中，谁不能披上无辜的皮囊？将军，您手里的战功，脚下踩的，难道不是这些无辜之人吗？您和我一样，都是踏过尸山血海的人，却在这里踏上了仁慈。你可曾好好看看这苦难的人间，看过这些战火下挣扎的生灵？我的每次征战，都是为了护住这万家的灯火。倘若你因猜忌错杀了无辜，那我倾其所有守护的东西有什么意义？这只是一个救你心切的父亲，差点死在你的手里。你告诉我，这算不算无辜？你记住，这世道再乱，人的心不能先乱。我征战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活下来。你方才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你们父女俩都一样，无趣。你才无趣。好吧，老头虽然无趣，但确实战功彪炳，以一敌百。不像某些人，连见得我不闻。当初我爹可是亲自教授我骑射和剑术的。那他真是一个不怎么样的师傅。是我一心想去楚都闯荡，没有好好学。我教你。什么？
学的不错。我爹教的还没忘呢。殿下，早点休息吧。披着吧，别着凉了。你就这么不喜欢这件披风吗？